仙台同学好好品尝吧，这独一无二的美味。一周一次完成女孩提出的要求，对方是班级里的明星人物，是老师眼中的大名人。可那又怎样？在这个房间里，他就是一个对我言听计从木偶。明明都是学生，可对方却有着老师的优待。明明穿着超短裙，老师却从不指责。自己只是弄错了作业的范围，却遭到了老师的痛批。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让女孩很是恼火，决定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，让对方跪在自己面前，伸出脚让对方脱掉上面的袜子。待对方照做后，开口说道：“品尝吧，这世间极品的美味。”仙台愣了一下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毕竟之前都是让自己读书或写作业之类的。虽然女孩这么说了，但对方不照做的话，自己倒也不会多说什么。可令女孩没想到的是，对方居然真的照做了。那个班级里的明星人物，老师眼中的大名人，现在竟是这副模样，不由得让女孩抬高了身段，撩起对方的头发。等仙台用餐结束，睁开眼睛发现对方正一脸满足地看着自己，本想就此打住，可对方依旧不依不饶，想要继续，气得仙台一口咬下，疼得女孩吱哇乱叫，也没了继续下去的兴致。见时间差不多了，便礼貌性地问问对方要不要吃晚饭。没想到仙台居然答应了，家里也没准备什么吃的，只好拿泡面随便应付一下。等晚餐过后，对方便离开了。看着对方离去的身影，女孩有些不解。明明赚钱的方法有很多，但对方却偏偏选择了她这里，居然连刚才那种要求都没有拒绝。不过就算春去秋来，不在同一班级后，对方也肯定会再来找自己进行交易的吧。仙台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同班女同学居然要买下自己的放学时间，还让自己为对方读一些不健康的漫画。而这只因为仙台在商超购物时忘带了钱包，面对着紧紧盯着自己的店员显得有些无措，本想将商品放回货架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女孩替仙台买了单，并说出了仙台的名字，可仙台却没能认出对方是谁，看了半天才想起对方是同班的工程同学。从店里出来后的仙台追上工程，并将找零还给对方，剩下的等回了学校再还给他。可工程并不在意这点零星小钱，如果不愿收下，那就丢掉好了。可仙台依旧不依不饶，想着将钱还给对方。架不住仙台的软磨硬泡工程，让对方为自己打工来偿还。为了不欠对方人情，仙台便跟了上去。等来到对方家里后，蹲在床边，不知道对方会给自己安排什么工作。这时，对方递来了一本漫画，让女孩将里面的对话乃至旁白都大声地读出来。这就是工作意，或者可以说是命令。仙台没想到对方居然只要自己做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可等看到里面的内容时，就笑不出来了。里面全是些不堪入耳的东西。对方居然有听别人读这些东西的癖好吗？只好硬着头皮读了下去。等结束后，已经有些疲惫，询问对方是否满意。可对方却有些失望，本以为长相轻浮的仙台同学会非常擅长读这种漫画。就这样，命令也就结束了，仙台也可以离开了。临走时，仙台却想向对方借来这本漫画的下半册，他觉得这本漫画还挺有趣的。闻听此言，仙台直接开价5000日元。本以为是要让仙台花钱买下这本漫画，可实际上却想花这些钱买下仙台的放学时间。闻言，仙台以为对方是在缠他的身子，可工程否定了他的想法，对方只会让仙台帮自己写作业什么的。见状，仙台开口问道：“如果自己拒绝的话，对方会去再找其他人吗？”对方回答说：“不会，毕竟会被当作是脑子有病的变态吧。”听到这句话，仙台明白了，已经非他不可了。转眼7个月过去了，二人已经这样交易到了高2，可直到现在，二人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。有时仙台就会想，如果当时没有忘带钱包的话，会不会一辈子都不会和对方说话？而现在自己竟在做这种事情。或许工程很享受这种命令别人的感觉，但他可能不知道，并不是他在命令对方，只是对方想让他命令而已。看似猎人的工程才是那个猎物，仙台随时都能结束这个交易，离开这里。而现在他只是在陪对方玩一场无聊的游戏而已。女孩买下了同班女生的放学时间，并在情人节这天，仙台带着自己做的巧克力来到工程家里，完成对方的命令。看着眼前的光鲜亮丽的仙台，让工程有些不爽。对方既漂亮，学习又好，在学校也总是笑眯眯的，从没见过对方露出厌恶的表情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在这间房子中，他就是一个对我言听计从的木偶。就这样，便开始了今天的命令时间，让对方亲手将巧克力喂给他。接到命令的仙台便将手里的巧克力递进了工程的嘴里，可之后对方却又一脸笑眯眯的样子，这让工程更加恼火。又是这种让人厌恶的表情，必须将对方这种高高在上的样子摧毁。想起前不久对方在命令时间咬自己的脚趾，明明很恶心，但却不会觉得讨厌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待对方再次向他喂巧克力时，一口咬下含住对方的手指，在对方感到恶心想将手收回去时，用力咬了下去。因为疼痛，对方露出了痛苦的表情，
就是这个，这就是宫城想要看到的，再多一点这种表情，再多一点。可却被仙台大声的斥责给打断了。对方不知道宫城到底要干什么，可又突然想到之前咬过对方的脚趾，原来是报复吗？紧紧盯着对方，突然发现对方好像剪头发了呢。闻言，宫城愣了一下，对方怎么会发现的？明明自己只剪了一点点，明明二人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。为了掩饰尴尬，宫城本想故技重施，咬住对方的手指，哪成想仙台直接将手向前伸去，害得宫城直打喷嚏。看着仙台又露出了一脸无所谓的表情，于是在对方想向宫城要来纸巾时，再次舔了上去。而这次终于露出了这种在学校没有出现过的表情，这种让他很爽的表情。之后二人一起吃过晚餐后，仙台便离开了，转眼又来到了学校。再次看到学校里的仙台时，有些失落。这个在班级里光鲜亮丽的明星人物，谁又能想到在他这里竟是一个舔过脚的玩物呢？仙台被同学买下了自己的放学时间，让其完成对方布下的命令。刚开始只是让他帮忙写作业或读漫画之类的，可慢慢的对方愈发变态起来，竟让仙台去品尝对方的脚。在那之后，对方居然还舔舐起了仙台的手指。回到自己家的仙台在洗澡时，看着被宫城舔过的手指，想起自己咬对方脚趾让对方吃瘪的时候，大概也是那种表情吧。可1周以后，宫城做的事竟比这些还要过分。对方先是拦下了仙台去拿爆米花的手，之后将爆米花捧在手心，命令仙台像小狗狗一样不准用手吃掉爆米花。竟然又是这种无聊的命令吗？弯下了腰，不过却在心里默默吐槽，说是像狗倒不如说是像鸽子比较准确吧。随后偷偷瞄了对方一眼，哪成想对方非常暴力的让仙台将剩下的全都吃光。宫城如此强硬的态度让仙台很是不爽，对方居然真的把自己当成小狗了吗？决定教训一下对方，不断舔舐宫城的手心。对方想收回去，却被仙台拽了回来。可等结束后，宫城却异常的平静，将手上的口水擦去后，揪起对方的领带，随后慢慢揭开衣服上的纽扣。反应过来的仙台连忙拍开对方，这已经违规了，自己可没兴趣和对方发展成那种关系。可宫城却否定了他这种想法，随后也不再多说什么，用力的将对方推倒在地，将旁边的爆米花全都洒在仙台身上。这一幕成功激怒了仙台，薅起对方的脖领，质问对方到底要干什么。对方没做任何解释，默默地将爆米花塞进了对方的嘴里。仙台没想到对方竟然还在开玩笑，气愤地咬住了对方的手指，打至宫城直接举起桌子上的水杯洒了下去，水浸湿了仙台的衣服，显得格外狼狈。而宫城却还在旁边说着风凉话，没想到仙台同学也会有生气的时候呢。